这是现在的 MG4， 这是之前的 MG4。当年的它率先把双电机4驱0-100-3秒级打到了20万以下。出口欧洲的它一度把 ID.3 踩在脚下。即使在最高一档关税的打击下，24年的销量也不差。之前的 MG4 明显是欧洲车的设计理念，把技能点全点在了操控上，空间配置、智能化这些都比较一般，在国内有些水土不服，销量一直不温不火，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属于是。如今全新一代 MG4 问世，造型天翻地覆，价格大刀阔斧，电机改为驱动前轱辘，扭力梁安放于车屁股，车内空间脱胎换骨，似乎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如今的 MG4 显然更符合中国宝宝的体质，但我好奇的是，它有没有放弃 MG 操控性上的传统优势？你这不是废话吗？这车要是不好开，你们会和 MG 拍齐合？还是你懂我？但谁让你剧透的？ Losing all my focus, I can't even control it. You know your lips are golden, baby, get me high. Touching me like lightning, yeah. Keeping it exciting. You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to blow my mind. You're from another planet. I've never felt like this. I don't know how I ever survived without it. I'm starry-eyed. Got me upside down, spinning around you. Wanna taste the clouds, dance with the moonlight. Take a trip around your body. Boy, I love the way you got me. Starry-eyed, got me starry-eyed. 新一代 MG4 的设计变化明显，但依然可以隐约看到一些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比如这个前脸，再比如这个尾灯。他还是那么喜欢箭头。它的车身尺寸比上一代长了10几厘米，与 ID.3 看齐，和同价位其他车型不在一个年级。A0级的价格 ，A 级车的尺寸以大欺小了，属于是。在成本的制约下 ，MG4 的内饰依然保证了一定的美观和设计感，手常摸到的地方基本都做了软包，甚至还保留了电动遮阳帘和部分实体按键。外星科技了，属于是。815车机芯片放在如今汽车圈属于够用的水平，但放在10万以下则属于傲视群雄的水平。车机系统与 OPPO 合作定制，支持 OPPO 手车互联。那如果没有 OPPO 手机呢？其他手机也可以连。有 CarPlay 吗？这个版本没有，顶配才有。最低配才有。除此之外 ，MG4 还有一些同价位并不多见的贴心配置。50瓦无线充电带通风，遮阳板带 LED 柔光化妆镜，主驾有方向盘加热，副驾有电调座椅，后排标配空调出风口，前排有效果拔群的吸气式座椅通风，前风挡带双层镀银，后风挡有雨刮，4窗一键升降带防夹，后窗隐私玻璃可以一降到底。哎，猪猪，你知道吗？很多车会在车窗这块省成本，要么只有主驾一键升降，要么只有一键降，要么没有防夹。我看有些车把按钮都省了，真缺这点钱吗？那个可能是缺的。当然，我觉得这车内还有2个可以改进的地方。第一，在大太阳天的中午，前风挡玻璃会有点泛白，可能和仪表台上盖的颜色或者玻璃的工艺有关，戴个墨镜会好很多。第二，这个扶手箱盖板缺少阻尼，没法在中间悬停，质感一般。新一代 MG4 的后排空间非同一般，不仅比起旧款史诗级提升，对比同价位车型也很有优势。前排放一个1.8米，后排再放一个1.8米，依然十分宽裕。这个后排空间同价位可以说是无敌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底下是没有电池包的 ，C2B 结构，同价位其他车是没有的。所以它能做到座椅是够高的，坐垫是够长的，填充是够软的，靠背是有包裹的。20-30万532的电动轿车我都坐过，你坐过吗？我告诉你，很多后排还不如这个小车舒服。我有1.8米，你有吗？对于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说，坐姿是最重要的。我坐911后排的小板凳坐哭了，你哭过吗？我在 BRZ 的后排差点被挤死，你死。和后排一样夸张的还有它的后备箱，分上下层，可调整层高，可分离放倒，可以放下小平衡车、大平衡车、人力平衡车。如果说一般的后备箱是个榻榻米 ，MG4 的后备箱甚至可以变成上下铺。这车要是出口美国的话，应该也挺受欢迎的。
它甚至还是2根电动撑杆。就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空间表现除了车身尺寸跟 C2B 以外呢，也和它的扭力梁前驱布局有关系。我也不是杠啊，我就纯好奇，扭力梁真的好开吗？那咱试试呗。MG4 的扭力梁是和部分法系车以及马自达3类似的便捷面扭力梁，中间细，2头粗，通过降低扭转刚度，减少左右车轮的互相干扰。过弯变道时，扭力梁发挥出大号稳定杆的作用。车身侧倾不大，车尾跟随性好，滤震感受轻巧，对于各式各样的坑洼逆来顺受，但总能经过柔化吸收再传进车内。没有小车常见的单薄和不稳定感，但经过连续颠簸和减速带，后悬动作会多于前悬。快速飞斜坡这种高难度工况下，也能感受到扭力梁的一些局限。说实话，这个价位有些独立悬挂也这样啊，甚至还不如这个扭力梁呢。除了调教水平以外呢，我觉得和车重有点关系。1.4吨出头，属于底盘调教的舒适区。对于一辆车来说，一黑遮百丑，一重毁所有。除了车轻 ，MG4 的转向也很轻，响应直接，虚位不大，车身相当灵活，反馈算不上清晰，但也能让人心里有底。转弯半径仅 5.2 米，在前轴有电机的情况下实属不易。方向盘只有上下双向调节，好在整体比较靠近驾驶员，不影响驾驶。但我个人觉得高速手感还是偏轻了一些，跑直线还是挺稳的，不用频繁微调。但是变道有点太容易了，就像我的03一样。如果运动模式能更重一点就好了。新一代 MG4 163匹的马力，160公里的设计极速，放在同价位也呈现碾压态势。动力输出线性跟脚，能量回收调低之后基本没有拖拽感，能够像油车一样滑行。虽然前驱在起步加速时有些吃亏，但实测0-100加速依然达到了8.17秒，和10多万的 ID.3 萤火虫在一个水平。如果像我一样开车风格比较激进的话，还是能感觉到前驱的一些特性，比如出弯大脚电门加速，前轮会有一些打滑，变道加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扭矩转向，当然也因为它动力比较猛啊。另外就是它快速收电门的时候，动力也收得比较干脆。从操控的角度来讲，这样会很跟脚，但是载人的话就要注意不要分倾角。MG4 的刹车同样很有运动感，响应速度快，中段力度足，高速刹车很有信心。可惜轮胎限制了它的发挥，中低速也能偶尔感觉到能量回收和机械制动的衔接过渡。还好打开舒适刹停能有所缓解，毕竟这个价位嘛，动力、底盘、转向刹车有个别方面不够完美，很正常。和10多万的优秀选手 ID.3 比的话，确实还有差距，大概能做到个80%的水平，但是它只要60%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店里试一下。这个价位的车白嫖应该没什么心理压力，但别说是我教的啊。除了驾驶感受之外 ，MG4 的续航也给了我们惊喜。拿到车以后充满电，小敖上下班通勤，开了4天384公里以后，电量还剩6%，表显电耗100公里10.3度。如果把电跑完的话，肯定能超过400公里。这也太不严谨了，你倒是真跑完呀？那就得推车了呀，没必要。你不是推不动吧？为了节目的严谨，我们测试了 MG4 和小敖的极限，最终行驶407公里后趴窝，续航达成率93%，实测最高充电速度78千瓦，从20%充到80%，耗时23分钟，同级优秀水平。总的来说啊，10多万的电动小车，空间大的、续航长的、配置高的，各自都好找，但3合1的就不多了。再加上一个好开，或者说开起来不廉价的条件，我不敢说它是唯一吧，但目前好像也没有更好的。确实可以看出一些为了成本而妥协的地方，但是这个价格摆在这里，这些都是小问题。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很厉害。所以你们知道了吗？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喜欢这视频，别忘了点赞、投币，顺便再点个关注，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每当我以为国产电车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就会发现还有高手，比如这次的 MG4。之前的 MG 我感觉会比较注重海外市场，国内油车卖的还行，但新能源就没什么存在感。如今 MG 明显要在国内市场发力了，除了新车以外呢，据说还会大幅增加门店的数量，覆盖更多的城市，触及更多的用户。希望它这次能墙内墙外两开花吧。那么接下来按照惯例，看看大家又提了什么奇怪的问题。哪个版本最值得买？最入门的随心版，配置比较的入门，但也不是不能买，至少它那个钢圈不是个备胎的造型，但前提是你能买得到。
然后437从容版已经挺够用的了，全景、影像、电动尾门都有。但我个人会比较推荐我们这次拍的437自由版，加7000块钱，配置跟气囊都会更齐全，对比同价位的竞品优势也更明显。尤其是这个座椅通风加热，还有方向盘加热，在夏天跟冬天都非常的实用。17英寸轮毂的颜值也更高。再往上的530智趣版是10万以内为数不多续航超500的车型，但是它绑定了一套智驾，所以说价格会加的比较多，就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至于那个半固态电池版本，也许是短期唯一的10万以内的半固态，它主要的优势是低温性能以及安全性，各个角度拿针去穿刺，穿成刺猬了，它也不会着火。MG 之后会出更大的车吗？会的。据说 MG 打算投入100亿在新能源市场，除了 MG4 以外，未来几年还会有13款新车发布，然后像线控底盘、L3 智驾这些功能也会跟上。其中几款新车我已经见过了，很有意思，但因为保密不能说，大家拭目以待。能和星愿对比一下吗？我看评论区对比最多的应该就是星愿了。MG4 主要的优势是同等价位下它的配置更高，续航更长，性能也更强，然后后排的坐姿和空间也是 MG4 更好。星愿的造型很可爱 ，Flyme Auto 的车机很好，还用的宁德时代的电芯。它的多连杆后悬其实就是一个3连杆，开起来的感觉是比较软的类型，而 MG4 会更加的均衡。之前开 ES5 挪车时会挂不进档 ，MG4 有这个问题吗？这是一种设定，需要踩比较深的刹车才能换挡。MG4、ES5 还有我的008都是这样，不像吉利家的车，只要踩一点点的刹车就能挂档。这种设定本身没什么问题，算是一种防误操作。但我个人建议可以把挂档成功跟失败的音效做一些区分，不然可能更容易误操作。能耗怎么样？这车其实我在上市前就拿到了，当时在拍别的车就拿它上下班用。充满电以后呢，我每天上下班100公里开了4天才跑完，最后续航达成率是93%，电耗10度出头。之前我们拍过的车里面，宾果 Plus 也达到过这个达成率，但是当时气温才20度左右，没怎么开空调。而最近上海是连续的高温，所以说这个成绩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当然我上下班的工况不算很严峻，最高限速才100，有大平台做过时速120的测试，电耗和那些 A0级小车差不多。有这个表现，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车轻，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热管理做得很不错。我们知道特斯拉的电耗表现那么好，离不开那套先进的热管理系统，那个是没有开源的。而上汽通过材料和结构的创新突破了特斯拉的专利壁垒，所以说冬天的能耗表现也挺值得期待。前驱还是扭力梁，好开吗？MG 的底盘调教向来是有一套的，而且它这个扭力梁不是普通的扭力梁，放在这个价位甚至更高一些的价位都是很能打的。总之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去试试。虽然前面我们聊了半天这车的驾驶感受，但是要说有多少人真能感受到这些差别，真的在意这些差别，还真不好说。反而是车内空间，甚至一个座椅通风的感知都会更明显。特别是在这个价位，肯定是实用性优先，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感知不明显而去忽视了驾驶感受。恰恰相反，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去了解车辆的驾驶操控，这样车企才不会去忽视它，才不敢在这方面过分的偷工减料。因为这不仅关乎舒适和乐趣，也关乎安全。但这一切的前提都得建立在实际感受上，而不是光光去看配置表上是前驱还是后驱，是扭力梁还是多连杆，底盘是钢的还是铝的。隔音怎么样？实测隔音60巡航57分贝，80巡航62分贝，算是这个价位的正常水平。那我看有人提到飞度啊，飞度当时我试驾的印象非常深刻，跑高速的时候车里聊天真的需要很大声。MG4 在这方面表现还是好不少的，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转向灯的声音比较小，高速上有时候会忘了关。可以装下公路车吗？我拿我的山地车试了一下，因为它的前叉比较高，车把比较宽，不拆前轮的话会比较难塞进去，拆了就很好装了。公路车的体积会小一些，也许可以直接进。底盘高吗？农村土路能走吗？我粗略比划了一下，大概160多毫米，比那些纯电轿车基本上都要高，但是和 SUV 还有点差距。没有后备箱灯会不方便吗？
这个价位的车少一个灯，我一点都不意外。萤火虫的前备箱也没有灯，如果感觉不方便的话，可以从点烟器拉一根线过来，或者自己挂一个那种充电的小夜灯，也就几十块钱的事。音响怎么样呢？让我与你握面，再轻轻抽出我的手。让我与你握面，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喜欢我的话，请一键3连加关注，我是不圆的竹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哇，真的好大，可爱，什么叫可爱呀？